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樱桃跟塔罗占卜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啊，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这一次的占卜啊，是感情方面的占卜，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茫茫的人海中，要如何找到你的正缘。这一个人他会是什么样的星座，然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你们之间的相处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通过这一些讯息，让我们锁定好你的正缘，或者是你的这一个真正的桃花会是谁。好，那这一次的占卜啊，也是3个选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这边是我们的选项1，选项2，选项3。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这一次的3个选项。那大家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选择好之后，我们的占卜就要开始咯。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含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会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1组的朋友。这一张牌卡哈，它本身在讲的就是 lovers， 好，这个会是你灵魂伴侣的一个体验。当你在遇到这个人的当下，其实你心中就已经知道就是这一个人了。这张牌卡在这一边说实在的，我觉得它感觉上面好像还蛮神奇的，是因为它会告诉我们的是从你的角度上面来讲，你会觉得你跟这个人之间是超级的有缘分的，就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而且你说不出来，它是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当你在看到这个人的当下，或者是当你们在互动的当下，就是那一种感觉，甚至有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话，不需要真的是要去解释一个事情，你会发现说你们2个人之间的肢体语言，或者是说肢体动作就会越来越接近，越来越靠近对方。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且啊，这张牌卡之所以会在这里出现，是因为它会告诉我的是，对方他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对方他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是超棒的，这种状况是双向性的，无论说是对你还是对于对方来讲，你们2个人在遇到彼此的那一个瞬间，在那一个当下就会知道的是，不需要再去寻找了，因为这个人就已经在我眼前，我干嘛还要出去找其他的可能性？而这种状态我觉得最棒的，你知道吗？他不是在讲说相见恨晚，不是这样子的情形，他所说的是我们相遇的时间点刚刚好。因为他会需要你自己本身有一定的人生的阅历，也会需要对方他本身是有一定的人生的阅历，然后你们又在一个各自都很成熟的状态之下遇到了彼此，然后有这一个互动的可能性，互动的机会，才会立即的擦出一系列的火花。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张牌卡你所选择到的牌卡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十分清晰的讯息。所以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就是所有的事情正在慢慢的打开，很有可能一部分的你们这个人已经走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已经知道我所说的这个人是谁。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你一定不要着急，因为所有的事情，特别是感情的部分，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点，都有属于自己开启的那一个瞬间。只要把这一个一个的瞬间，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时间线走完，该发生的它一定会发生。所以你不需要着急，你也不需要去追溯这个进展，它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的，慢慢的会显化出来的。我们接下来
这一章我们前面是不是就是在讲说，无论说是你好，还是从对方的角度上面来讲，都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状态。哇，我觉得我们这一边很棒。那我们好好来说，我看到你们的整个相处的过程它不是那一种特别的激情的关系，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们在相遇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知道你想要的伴侣是什么样子的，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是你可以忍受的，是你觉得虽然他可能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我觉得 OK， 我可以接受。就是你对所有的事情不是那一种幻想，不是说我幻想中的感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状态，然后你其实慢慢的，至少从我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你在遇到这个人的当下，你就是从现实方面来做考量，我们要如何的共同进退，我们要如何的共同的来分享我们的生活，来分享我们的每一个细节，我们要如何的去建造属于我们的家园。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现实出发的，不是从幻想，不是从粉红泡泡出发的。我觉得这一点会是很棒。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成熟的方式，你们才可以真正的建立起一个长长久久的感情关系。而最棒的，你知道吗？对方他本身也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他也经历了很多，在经历了所有的一切之后，他会很清楚的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伴侣，他想要什么样的人和他共度人生。所以他会直接给你很多的承诺，不是因为他的一时兴起，是他真的看到你的时候就会觉得你是他寻找的那一个人。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十分的很清晰的一个讯息。所以当你们在见面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状态是，无论是你还是对方都选择了不要做任何的保留。是什么意思就比方说，如果我们今天遇到一个新的人，又或者是我们今天开启一个新的感情的关系，或者是感情的状态那很有机会，就是很有可能性的是，我们先会试探看看嘛，有没有？或者是我们先想要了解看看，旁敲侧击看看，然后看看这个人会给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这个人会不会说一些什么样的话，然后从而再考虑说，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这种隔阂，又或者是没有这一种觉得我想要观察看看的心情。这个部分我们前面就有在讲到真的他会是那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真的会是那种说天哪，我觉得这一个人他不需要我表达这么多，他就会告诉我关于他生活中的每一个面向，而且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表情会很真诚，而且你会直觉的告诉你他没有想要隐瞒你任何的事情，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棒的点就是当你们在跟彼此沟通，或者是彼此聊天，在谈论到一些生活上面的细节又好，又或者是说对于人生的一些感想又好，真的会是那一种我就是敞开的，我对你就是打开的，无论说是你对于对方还是对方对于你，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愿意全面的向你开放，有任何你想要知道的，有任何你有疑问的，我都很乐意的一个一个的解释给你听。我看到的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真的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超级棒的一个状态。是因为通过这种怎么说，你们之间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是那种坦诚相对，无论说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共同的面对，我们可以共同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哇，这一张，天哪，我们看，哇，天哪，你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了彼此，所以它会转变你。我们这边来解释一下，你看这一张牌卡，它是一个在有点像是变化的牌卡，它本身是剑然后呢它变成了鲜花，那代表的是什么呢？它会重新的开始塑造你的人生，你也会开始重新的塑造他的人生。
这个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我会很明确的告诉你哈，很有可能你因为这个人会改变你的地理位置，然后很有可能他也会因为你来改变地理位置。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会出现那种状态是，可能你们在交往的前半部分，他随着你去到另外的国家，或者是他随着你搬家到其他的城市，然后当你们在一起相处了几年之后，接着有可能你又因为他搬家，或者是你因为他要移民到其他的城市，都有这样子的可能性。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看到的都是转变变化，是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这个过程会让你对自己产生新的认知，你对自己产生新的想法，然后你对于人生产生新的期待。你们在一起的相处是很有趣。我这边直接来说哈，首先我能感觉到的是，你们人生中可能会遇到种种的挑战，而这所有的挑战都是来自于环境之外的。这张牌卡哈，在这边它会让我看到的是，有的时候你们就是你们身边的人可能对于你们的这段关系是更加有看法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讲说，可能会有很多的人告诉你，你们的这段关系有什么地方是需要修补的，又或者是说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缺少了什么，你会听到很多的人讲。特别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们的地理位置啊会出现一些转变，你随他，他随你这样子，可能身边的人就会在讲说，哦，你真的要为他放弃所有的一切吗？很有可能这个人他自己本身跟你的文化背景也不太一样，那所以大家会有觉得说，哇，你真的要做这样的选择吗之类的哈？我会听到有很多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声音，又或者是说像这样子的一些言语。而你们会需要克服这所有的一切，你们会慢慢开始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爱，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因为我其实会觉得你们的关系是一个很饱满的关系，你们的关系是一个幸福度极高的关系。而且这一个部分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真的是会觉得，或许它是和你们一开始就是从现实来做考量，两个都是成熟的人，然后组建在一起，可能跟这一点是有很大的联系的。所以你们在一起时间久了之后，又或者是说遇到了一些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状况影响的时候，你们不会出现那一种超强烈的落差感。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部分，有一些感情关系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幻想，又或者是有一些幸福的泡泡的，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件，有一些事情可能就会一个一个的戳破这些泡泡，那么就会产生一种超级强烈的落差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就会让你觉得说我们交往之前你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之前跟我所说的话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之类的可能会让你觉得内心里面难以承受这一种落差感。但是你们的这个幸福度很高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之间没有这一种强烈的落差的感觉，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们也可以基于你们过往的人生的经验了解到如果在一起继续下去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很多的事情已经是很明确的。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有在谈论到的是，他对你会是100%的敞开的状态，你对他也会是100%的敞开的状态，而这种完全打开的状态在这段关系里面是十分加分的。你们可以坐下来真的去商量一件事情，真的可以吐露心声的那一种。我不知道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是很难得的状态。因为有一些感情关系或者是有一些互动的关系，可能你们是充满着激情，充满着感情，充满着爱，但是不一定有足够的沟通。但是你们的这段关系真的是有足够的沟通，就是沟通方面十分的良好。你很清楚他在想什么，他很清楚你在想什么所有的事情他没有任何的不需要隐瞒，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就是完全打开给你看的那种感觉。那在这种关系里面，你们又有那种超强的幸福感，因为他所说的话你可以接受，然后你的状态他有可以100%接受，所以无论说是对你还是对于对方来讲，都是一个超级完美的状态。你看这一张太阳，太阳代表什么？温暖，代表的是希望，
代表着你们对于彼此之间的支持，还有彼此之间的爱。你看这一张，你们也是因为彼此哈，哇，天哪！我觉得这一段关系哦，我必须要讲哦，是超级强烈的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连接。让我好好的来解释哈，因为我在这边会看到的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哈，你看我这边讲话都有点激动，很有可能你们两个人在相遇的时候哈，你的内心里面是有伤痛的。又或者是他的内心里面会有伤痛，又或者是你们两个人都是处于正在疗愈、正在疗伤，或者是伤痛期。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超级明确的感觉，就是这一张。你们有过心碎的经验，甚至你们可能会有过很糟糕的经验哈，在感情部分很糟糕的经验，所以你们对于这段关系的相遇，这种是双向性的，你对他，他对你，你们对于这段关系的相遇会显得特别的珍惜。你说这一点是不是超棒？是不是超好？因为他能真正的理解到，能遇到你这样子的人，或者是遇到他心中所设想的这种所有的性格啊，所有的特质啊之类的，都出现在你身上，都完全的集中在你的身上，可遇不可求。真的不是说想要去找就能找得到的，而且你知道吗？他找你这个类型就是他在人海中找你已经找了很长的时间。他会告诉你的一句话是：我在人海中就是不断的在寻找，就是为了要找到你。我经历过很多，他可能说我经历过很多的事情，然后很多的人生的阅历的打磨。又或者是经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状态，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遇见你，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你，而且我现在找到你了，我就要好好的珍惜你。这个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且我会看到有一点真的是很棒的是，你会为他的人生带来很强烈的疗愈感，他也会为你的人生带来很强烈的疗愈感。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真的会是那一种，所以说是你还是对方都会觉得彼此之间的灵魂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因为有你的存在，所以让他的内心变得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充满着力量，更加的充满着能量。那因为有你的存在，所以让他更加的去相信人生可以变得更好。而对于你来说，也是会有像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心态吧，或者是说你们是很同步的，在各种各样的方面。而且这张牌卡在这边你和他，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相遇，或者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其实已经是一个人生的新的开始，人生的新的开端。我觉得这张牌卡跟我们前面所看的这边它其实是十分的对应的。十分的对应的点是在于说因为你在遇到对方之后，人生出现了转型，他在遇到你之后，他的人生也出现了转型。无论说刚开始是你跟着他的地理位置，还是他跟着你的地理位置，其实也有很大的几率是你们两个人去到一个完全全新的地方，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发芽，一个重新开始谱写的幸福爱情故事。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看到的一个超级清晰、超级明确的讯息。所以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的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真的是你占50%，他占50%，然后你们凑起来你们两个人连接起来之后变成了100%，真的会像是这种感觉。不是在讲说谁会比较强势，或者是说谁会做的比较多，谁会珍惜比较多，都真的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真的是说你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付出，然后你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耕耘，他也做的同样的事情。所以这一段关系会是一个
我必须要讲，我觉得它是一个超级完美的关系。无论说是从哪个方面来看，或者是无论说从哪个方面来理解，感情方面、爱情方面，从成熟度的方面，从持久度的方面，然后从你们的沟通方面，我都觉得是超级超级棒的。而且啊，这一张牌卡在这边哈，我必须要说的是，我有看到一个超级明确的讯息。这个讯息哈，它其实是在讲，有可能你们两个人是共同的去建一个公司，有可能你们共同的去做一番事业，你们可能是工作的 partner， 就是事业创业的 partner， 同时间又是生活中的 partner， 就是你们会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紧紧的锁在一起。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讯息。这一张，你们之间的能量真的是超级超级强，而且我们看到的哈是你们之间的吸引力也会是很强的。哇，天哪！我看到这一边哈，首先我会想要告诉你的一个讯息是，这一段关系会让你们重新的看到希望，重新的开启你们的人生，重新的去建立你们的对于未来的认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接着这一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所有的事情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好，会变得越来越正向。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情形哈，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有机会，是对方他在遇到你的时候，他其实有可能会是人生最灰心失意的时候，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真的是经历到很多，然后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发生很多的事情。那同样的经验，有可能在你身上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显化和这样的一个体现，也就是你们两个人在当下，其实对于人生是比较失望的，应该这么样子来讲，会觉得有很多的事情是让你们的内心觉得有一点冰冷，好，就是觉得冷冷的，好像感受不到温情，感受不到温暖的感觉。但是哈，当你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好像又重新的契合回来，就是好像很多的事情又重新的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然后一个新的延续，大致上面会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比方说我们这边直接来讲，我觉得这种感觉超级超级强烈的，有可能说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前，又或者是说对方在遇到你之前，已经经历到种种的事情，让你不再相信爱情哦，或者是让对方感觉到感情的这些事情真的是很难受，然后又很麻烦。然后他可能在遇到你之前，他甚至会告诉你，他都已经准备好单身一辈子了，然后他都准备好了，是会觉得说，天哪，感情这种事情还是算了吧，我不想要再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发生，真的是会让我觉得人生是超级失控的。对于他来说会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当他在遇到你之后，然后他又会觉得说，说不定是可以尝试看看的，说不定是可以做做看的，然后说不定这些事情是可以体验看看的，因为你真的会让他觉得，如果说他这一辈子不尝试着跟你交往看看，又或者是说他这一辈子如果不尝试着跟你有近距离的接触，如果他错过了这一次跟你相遇的机会，错过了这一次跟你互动的机会的话，那么他就会觉得真的是错过了一辈子，他真的会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他这一次会觉得，他既然遇到了你，他自己都会觉得，哇，天哪，这就是上天的安排。而且这张牌卡在这边很有趣他会比较主动一点点，但是你们整体上面的整个氛围会是一拍即合。比方说你在人群中有看到他，你可能远远的就已经有看到他，然后他在人群中他也有看到你，他远远的就知道你在那一边，但是他可能会是那一个主动的走向你的人，跟你打招呼的人，然后跟你说嗨的那一个人，然后你看到他跟你打招呼，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天哪，这个好像就是命运的指引。那当你在回应到他的跟你向你的示好之后，所有的事情就一拍即合，而且这一段关系会是一个很平衡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互补的
一些元素在那边，是很有趣的。就比方说，你在遇到他之前，你知道你会想要找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也会希望说，你想要找的会是这种类型的伴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所感受到的会有点像，比方说你数学超烂，然后我数学超烂。当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他数学超好，然后他可以帮你去做一些规划、做计算这样子，你就说天哪，这个就是我想要找的人哦，这个就是我想要找的伴侣，可能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们在一遇到对方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们开始就谈论未来，谈论你们两个人的未来。不是各自的未来哦，是一起的未来。我们以后的人生的规划，我们以后的人生的想法，还有我们以后人生的有一些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超级超级清晰、超级超级明确的讯息。所以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可能一部分的你已经开始遇到这个人，这个人已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慢慢来，我们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因为这个人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到你身边的，你不需要着急，也没有什么好着急的。慢慢的相处的过程之中，然后越来越融洽，越来越看到对方的好，对方也越来越知道你是他想要去找的人，所有的事情他会越来越好。然后他会越来越进展，越来越顺利。你其实也不需要担心这么多，因为这个人他就是命中注定要遇见你，那你也是命中注定要遇见他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个人他的星座会是什么呢？那我们这边的星座因为是看跟感情相关的嘛，我们会看到的是太阳星座、月亮星座还有金星星座，主要的是这3个。摩羯座这一个人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是一个超级超级务实的人。他对于很多的一些事情他会是怎么说，他会比较走那一种保守路线、传统路线。而且你会发现这一个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用到一些比较旧的物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那一种 vintage，像那种复古的东西，或者是有年代感的东西，他特别特别的喜欢。这个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我们前面有在提到嘛，摩羯座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星座，很有可能这一个人他的星盘里面摩羯座也超级超级强的，他对于事情是很认真的。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他就是在寻寻觅觅找的就是你这个人。那他找到了，他就有一种，你能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固执。他如果说刚开始，比方说了，那不一定会发生。但如果说刚开始你想要拒绝他一点的话，他会有一种执着在那一边，就是他不会到恐怖的那一种，但是他会想要证明，告诉你们很适合。我看到的有点像是这种状态。然后接着这一章的话呢，我会看到的是他在认识你之前，他的确是会感觉到他内心有一些拉扯，有一些事情是他想不明白、想不懂，甚至可能会钻牛角尖的。但是他在遇见你之后，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之后，他就能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或者是说找回自己内心的平衡。所以你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这么样子来讲，你对于他来说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感情方面的存在，然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对于他来讲也的确是爱情的存在。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对于你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或者是说你可以真正的实质上面的让他更加知道幸福的样子是什么的这一件事情，对于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这一章水瓶座 OK， 好，那我们现在会看到的第一个是摩羯，好，另外的一个是水瓶座。那我们这一张牌卡在这边出现，它还有一个意思，我觉得有点是通过朋友方面来认识的。
有可能是朋友的聚会，比方说有可能你的朋友喊你，然后他的朋友喊他，然后你的朋友跟他的朋友是互相认识的，然后你们通过这种机会认识了彼此，又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聚会。总而言之，你们的相遇是有很多的人参与在里面的，就是那种大型的聚会，然后你们互相认识，然后也有可能你们有共同的好友，然后在组织聚会的时候，也不是说想要撮合你们，就反正喊了你又喊了他，然后大家在一起，就是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发现说，天哪，我们也太合拍了吧！好，类似于有一点像是这种状态。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人因为这张牌卡的出现，他可能会有2种让你觉得还蛮有趣的反差感。就是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开放的人，或者是说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就是他穿衣服的一些独特的品味，或者是说他所展现出来的一些独特的气质，会让你觉得说，这个人应该有一些很新潮的想法，或者是说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想法。但是你越是接触他，你越是会觉得他是偏于传统的那一个类型的，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个会是一个反差感。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我能想到的一个举例会比较像是你可能会觉得他超级花心，因为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他可能真的会认识很多的人，他真的会有机会跟很多的人打交道，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然后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性格，因为他对于很多的事情他很好奇，所以他会结交很多的朋友，而且他的朋友会很广泛，各种各样类型的人，各行各业的人。所以你可能刚开始就会觉得说，哇，天哪，他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讲话也是很风趣，大家都会很喜欢他，像开心果的那一种感觉。刚开始也会觉得说，这个人应该身边不缺伴侣吧，他身边应该会有，就是如果说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应该超级麻烦的吧，经常要阻挡任何的人来接近这样。但其实你越是接触他，你越是会觉得，他很保守。特别是对于感情，对于他是一个超级自律、超级规律的人，这一点可能会让你觉得还蛮惊讶的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哇，那他看起来好像花花公子，但其实他对于选择伴侣啊，或者是对于人生的一些想法，是会有自己很独特的见解，然后很深刻的见解，然后很成熟的见解。这一点可能是你没有想到的，还蛮惊讶，但是很喜欢的点。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人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呢？你看，他是一个 lover，OK， 他是一个很会照顾别人的感受的人。我们这边直接来讲，这张牌卡在这一边的话，我会不一定代表的说他有经历到很多的感情关系，但是他有可能真的是有经历到一个对于他来说很深刻的感情关系，但是不代表说，他会最爱那个人，而是这一段关系教会了他很多。教会了如何跟他人相处，或者是说如何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之类的，像这样的一些课题。这张牌卡在这一边的话，我会看到的是这个人他会很照顾你的感受，你的一些很细微的心情，或者是说一些很细微的情绪，他都可以捕捉到，而且他捕捉得很准。你在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会有很清晰很明确的感觉，你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你可能都没有说什么，就是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他就大概会知道说，你今天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就是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好，跟我分享，告诉我。好，他会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他会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就他会是那一种，要如何来形容，他会变着方法，他会找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你开心，给你惊喜。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我们前面有在谈论到的是，他其实是一个超级超级有趣的人。这个牌卡跟我们前面这一边讲的是不是他在人群中他说的一些话，或者是说他的一些观点，都会让大家觉得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他会觉得说，哇，天哪，这个人也太有趣了吧，这个人也太有创意了吧，这一个人也太
就是在他身上发生的很多的一些事情，都会让大家觉得十分的惊喜。我觉得就可能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会吸引到很多的人关注他，会吸引到很多的人喜欢他，对他产生兴趣。我觉得真的他在人群中绝对是抢手的那一个，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具有魅力的人。我会看到的是，这个人他会在人群中的表象，或者是他在人群中所表现出来的，还有他私下一个人的时候是完全的不一样的。他可能在人群中的时候会是外向的、活泼的，然后很努力的展现自我的，但是当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会是比较安静一点的，比较沉默、比较沉稳的那种类型。那大家看到的是他欢乐的那一面、有趣的那一面，但是他给你看到的是成熟的那一面，还有稳重的那一面。你看，他是一个探索者、先锋者。这一张牌卡会让我们看到的是，他有很多很独特的想法，然后他有很多的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事情不一定会成功，然后这个事情可能会很冒险之类的，但是对于他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要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要去做别人做不来的事情。而且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他会比较倾向于自我打拼，而不是成为别人的员工。所以很有可能你在认识他的时候，他有可能是一些新兴产业的开创者，又或者是说他正在想要进入到一个新兴的产业，而且他说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又或者是他的公司是做什么的之类的，你可能刚开始都会觉得说是什么东西，有可能会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总而言之，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怎么说，不是一个常规的人，你也没有办法用常规来框住这一个人，所以你跟这个人之间所有的一切对于他来讲就是刚刚好。因为我会看到的是，他对于人生很多的一些想法会受到你的鼓励，会受到你的支持，因为你也会觉得超级超级的有趣，你不会阻止他，你不会束缚他，相反的，你会加入他，参与他。好，所以让他真的是会觉得超级超级的惊喜。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一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咨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会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这一张牌卡。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会让我看到的是生命的滋养，或者是说生命的养分，会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因为这张牌卡它会是一张怎么说，从情感方面来讲很强很强的连接的一个讯息，也就是你们从情感的这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是惺惺相惜的，不单单只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们会发生的是那种互相的滋养，它能给到你很大的情绪价值，然后会给到你很强的情绪支撑，特别是当你不确定的时候，又或者是你缺乏自信的时候，这个人他真的会在你的旁边牵着你的手，跟你共同的去面对，然后他会给你很强烈的鼓励感。那也就是代表着说，很有可能在之前有一些事情发生，有一些状况发生，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你会不太敢，自己一个人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害怕，可能会有一些退缩，甚至可能会觉得说，哇，这个事情我真的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做到吗？但是这个人他在你的身边，他看到了你的这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或者是说不确定的感受，那他就会跟你讲说，没关系的，我在这一边支持你，我在这边给予你鼓励，你只要去做，你只要去做尝试就已经很棒了之类的，所以他会在无形中给了你很大的资源，
会给了你很大的支持。那同时你对于他来讲也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你对于他来说也是因为有你的存在，所以会让他变得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愿意去做新的尝试，愿意去开启一个新的人生。好，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所以无论说是你对他还是他对你，都是十分的重要的，因为你们会互相的支援对方，你们会互相的支持对方，会互相的鼓励对方。这个就是我们牌卡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很明确的讯息。那我们接下来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我直接来讲，我觉得我所看到的直觉告诉我就是肥沃。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感情是十分的强烈，还有十分的浓烈的，是真的会有这种很明确的感觉，而且他的这一种情感的感受是没有办法被忽略的，没有办法被不看到的。我不知道我这么解释有没有把它说清楚，是因为我会感觉到的是你们之间的这一个爱意不单单是你们可以感受得到，你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到。你们会是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感应呢？是因为你们真的是彼此之间有一种好像是命运的安排，又或者是说命运的牵引。你们会有一种怎么来讲呢？会有一种好像上辈子就认识的感觉，好像上辈子你们两个人就已经是有很深的交集，一直延续到这一个目前的状态，又或者是说一直延续到现在。然后你们是会有那一种怎么说？就是对方他就算是有一些小心思，他藏不了的，你马上就能看穿他，你马上就能看懂他。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可以看穿他，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可以看懂他，但是这个事情它就是这么会发生。我看到的是这一段关系是一个完全的由情感作为导向的关系。让我们来解释一下，因为当然所有的关系都是有情感的这一个部分在的，但是有的关系可能比例上面会不太一样。比方说第一组的话可能会是比较务实一点，从现实出发，但是你们的这一个关系，什么叫情感关系比方说今天如果是对方犯了什么错，你会先出来保护他，你不会就事论事，你会去维护这一个人，维护你们之间的关系。他就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然后你就是他心目中的 number one。那如果说你今天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又或者是你今天可能，我们这边做一个比喻好了，就比方说有可能你今天可能跟别人有一些冲突，看起来似乎是你做错事情，或者是你可能说错话，对方可能也知道然后可能是你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不会责怪你，他会站出来，他会挡在你的面前，然后他会捍卫你，因为他认为就算是你做错了，你也是对的，就算是你做错了，你对于他来讲就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一定会保护你，是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看到这一边，我真的是会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朋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紧密性连接性，这种情感性是超级超级强。我们尝试来解释一下我这边想要来表达的其实是在讲说，就是从他的角度上面来讲，他就是看到你就是发光。因为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可能自己都没有办法来解释为什么他看到你会觉得你是在发光，他就是一种好像来自于上辈子的记忆，或者是说对于上辈子的时候你们关系方面的连接，他没有办法去解释，但是他知道你就是他要守护的那个人，你就是他要保护的那个人。然后你在看到对方的时候，你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你也会有这种超强的感受，而且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会是心电相通的那种状态。你们越是相处，然后你们越是会觉得有些事情不需要解释，有些事情不需要说明白，不需要去告诉对方说你有多么喜欢他。你也有的时候你在做一件事情，或者是说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人他一定会出来维护你，他一定会过来帮你，你甚至你不需要去问他，你也不需要去问他的想法他的建议，那你会很清楚的看到的就是这个人他就是会出现在你眼前，当你需要的时候，当你要
要获取一些资源的时候，他会尽全力的来帮助你。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很明确的一个讯息。接下来哈，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这一段关系里面也会有一些感觉上面比较沮丧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这边来好好的来解释一下哈，因为我能感觉到的是你们的这一段关系哈，我们这边直接来讲，你们的这一段关系似乎会有一些压力在。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有点像是来自于外界的压力，它有可能是生活的压力，有可能是有一些束缚来自于外在的。那么你们的这段关系，首先第一个进展会比较慢一点点，而且你们这段关系有点像是非传统的关系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点像是这种感觉。你们会面临到一个状态，或者是说面临到一个状况，比方说要把一个非传统的关系转换成一个所谓传统的关系，又或者是你们就是维持住现在的状况。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你们会考虑到的问题，或者是需要面对、需要考虑到的问题。什么叫做非传统的关系呢？我的理解会比较像是，如果说你们在一起想要交往长长久久，那大家就会期待你要结婚，你们必须要结婚。无论说是你的家人还是他的家人，都会觉得因为你们都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你们就应该要结婚，这个是一个传统，结婚的是一个传统的相处的方法。那对于你们来说，不是说你们不想要结婚，而是这一个仪式感可能对于你们来讲并没有到那么的重要。你们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们的连结性已经是很强，内在的那种灵魂的连结，或者是说情感的连结已经是超级超级强的。所以有没有进入到婚姻，又或者是说这一段关系是否是一个别人认可的关系，对于你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对于传统来讲就会很重要，类似于像这种感觉。我希望我会把它解释清楚。那这个时候就是环境上面会给到你们很强烈的压力，它会让你们没有办法活在当下，有一些义务是一定要去履行的，有些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然后有些事情一定要去完成。这个部分会让你们的这段关系进入到，我觉得首先我要讲不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会有争执，也不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会产生分歧，而是你们必须要一起对抗这件事情，从而感觉到十分的沮丧。所以我们讲到这一边其实这个画面已经是很清晰，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是有可能你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而对方他也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所以你们所有的一切真的是一拍即合，真的是刚刚好，超级完美。但你们所身处的社会，又或者是说你们所身处的环境没有办法让你们活在当下，所以你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必须要做出选项，而这一件事情会让你们有一点无所适从，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沮丧感。但这个部分也回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它会是你的情感资源，你会是他的情感资源，所以越是辛苦的情境，越是需要你们两个人站在同一阵线面对的事情，你们其实是会更加的紧密的结合，就是你们的想法会更加的集中在一起。所以我们换句话来讲就是这一些沮丧的环境，又或者是说这些沮丧的事件，反而在某一种层面上面加深了你们的关系上面的互动，加深了你和对方的情感方面的连接。其实有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所有的事情都完全是平平顺顺的话，你感情方面你很难去看说他能不能经历到考验，因为都是在平顺的环境里面的话，自然不太会有纷争，然后自然不太会有争执的点。最重要的，怎么样子来看这段关系能不能经历到考验的话，我们需要看说遇到问题的时候彼此怎么解决，怎么沟通，怎么面对，这一个才是最重要的重点。你看这一张牌卡就是一张祖先的牌卡，所以真的是你们之间的这一个缘分天哪，是
我不是世世代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想到的是世世代代，真的是那一种怎么说几辈子连结起来的，它是一种我都不知道要如何的来形容，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完全的就是来自于你们的内心的指引，又或者是说内心的一个方向的集合。真的会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因为真的会有很多的一些事情是不需要说清楚，不需要说明白，你们不需要有太多的言语来表达自我，自然就会产生这种超级深刻的连接。我觉得这个就是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我们这边在讲的比较夸张一点嘛，比较过分一点嘛，我会认为的是你们会有一种很明确的感觉，很清晰的感觉。当你在遇到对方的时候，他会为你带来一种重生感。什么叫做重生的感觉它是一种超级明确的讯息。这个讯息它会告诉你的是，因为你要遇到对方，然后你的人生才会有重新的开启。这张牌卡在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整个牌面上面会告诉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你们在遇到彼此之前可能是没有办法确定下来，没有办法稳定下来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能会频繁的更换伴侣，又或者是他看到了很多人，但是没有办法有一个人为他带来心动的感觉，真正心动想要停留下来的感觉。也有可能这个状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无论跟什么样的人相处，你都会觉得我的根基不在这边，这个归属感不在这一边。就是这个人虽然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之间就是找不到那一种连结性，就是找不到那一种互通的灵魂互通的感受。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直到你遇到了这个人，直到这个人遇到你。所以这是一张很稳定的牌卡，虽然我们这边看起来是很疲倦很疲累，是因为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前，你会对于感情这件事情会觉得太累，你做过了太多的尝试，然后你的这个尝试，你可能尝试着跟不同类型的人，因为你想要找到那个跟你相通的人，灵魂相通无论说是对于你来说还是对于对方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你们会认为这个就是情感的真谛，然后这个就是情感的本质，这个就是情感本来应该要有的样子。无论你如何的去追寻，如何的去探寻，你都找不到这个人，而对方他无论如何的去追寻和探寻，也找不到这一个人。我们看到这一边也会通过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因为你们遇到了彼此之后，真的你们那种感受好像是祖先给予你的指引。可能你在一个很不寻常的地方遇到这一个人，又或者是说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这个人。什么叫意想不到的地方？你可能根本那一天就没有想要去那一边，然后你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鬼使神差的往那个方向走，然后就遇到了这个人。所以你事后再想一想，天哪，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指引，很明确的一个声音，把你引到了他的身边。对于他来讲也会是同样的体验，因为他可能也不是那么顺路走那一条路，他那一天刚好因为有些事情发生就走了那条路，然后你们就相遇了。我看到的真的会有点像是这种状态，而且你们在相处了之后，这张牌卡在这边很重要很快就会成为对方的基石。是什么意思你们之间的这一个互动不需要言语，很快的你们就会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的归宿，这一个人就是我前面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的原因和理由。你们真的会有一种超级强烈的感觉，你会觉得人生好像有一种重新来的洗礼感，有一种重生的感受，重生的感觉。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边，它也会让我有一种还蛮明确的感觉，可能你的人生或者是他的人生都经历过太多的失望。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很有趣你和对方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规划的，没有办法计划的，有些事情就是要凭着直觉，凭着感觉做出判断，做出理解。因为特别是感情的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要追随着理智的话，
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感情，就不是真正的爱情。我们要追随着自己的内心，追随着自己内在的情感，我们才可以做出最深刻的判断，最正确的判断。这个是无论你还是对方都是完全相信的一套理论嘛，或者是一套选择情感的方法。那你们在遇到彼此的时候，这一种想法它就会让你们瞬间擦出火花，因为在那一瞬间你们就真的会有一种感觉，哦，这个人是我祖先带领我来到他的面前的。哇，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你看，我们天哪，缘分呐，真的是哇，没有办法，就是有些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解释。而且我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相遇其实是刚刚好的。什么叫做刚刚好？你们的相遇必定会是现在，必定会是当下。如果你想说哇，如果早一点遇到这个人就好了，你其实也是很清楚的知道的，早不了。有些事情早不了。你要是觉得说，你要是没有准备好，或者是你觉得你在感情的这个部分来讲还需要来思考一下的话，我其实也会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也会知道这一段关系早没有办法成，再晚的话也不太可能，现在就是刚刚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很有机会我这边直接来说，很有可能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前，你可能还想要寻找看看，还想要追寻看看，还想要尝试着认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人。是当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后，又或者是说跟这个人有所相处之后，你会真的有一种超级超级强烈的感觉，你会觉得说，我已经不需要再寻找了，我不需要再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我不需要再重新的理解这个世界，我不需要再调整我自己去追寻一个人生，又或者是说追寻一段新的感情，因为这个人我就已经遇到了。所以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你自己本身在之前没有预设，你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伴侣，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对方他在遇到你之前，他也不一定有这样子的预设，就是他也不知道说，因为我们前面就在讲嘛，可能没有想要停留，或者是说没有想要让生活至少感情生活是稳定下来。但是当你们遇到彼此的那个瞬间，就没有就是已经没有其他的想法了，就会觉得说 OK 好吧，就这样吧，就是这个人了，我不想要再去寻找，不想要再去看了，会有点像是这种感觉。而且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刚刚好，所有的事情都是刚刚好，不多也不少。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且最棒的是你们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融合，这种感觉超级超级奇妙。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一种，如果有一个人他认识你又认识这一个人的话，就是我觉得第三方认识你又认识这一个人的话，他会觉得你们两个人一定合不来，会觉得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性格好像有很大的分歧，然后你们之间的性格好像有一些没有办法调和的地方。他是这么，就是第三方的人可能会是这么看的。怎么知道把你们两个人放在一起，所有的事情都融合在一起，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很顺利，而且你们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和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会让别人，如果你们有共同好友的话，会让大家都看不懂，会让大家都看不明白，你们两个人怎么可能，就类似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们之间的结合，包括说你们之间的对于目标的设定，对于人生未来的一些想法，对于感情方面的这一种结合性都真的是超出大家的预期，但是就是真的刚刚好。所以可能会变成说有一些你们的隐性的情绪，不一定是大家都看得到，不一定大家都可以明白，但是你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一些隐性，有些时候可能甚至是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自己有这样的一面，他都不知道，就是这个人他也不知道哦，原来我有这样子的喜好，原来我有这样的一面，但是刚好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所有的一切是刚刚好。这一张我必须要讲哦，这一组牌卡让我看到的水元素很强，水元素特别的强烈，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才会在讲说，我看到的真的就是情感方面的流动，情感方面的融合，就是那种超强的感觉感受的结合体。这个真的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很明确的讯息，而且有很强的热情，然后有很强的憧憬、希望、爱的这一种掌控，有的时候太强烈可能会变成掌控欲啊，有的时候太过于猛烈，或许会为彼此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所有的事情你觉得都可以成为不合拍的理由、不合拍的原因，但是放到了你们这段关系都会变成恰到好处。所以你说是不是一件超级神奇的事情？我也会看到这边，我觉得这张牌卡也是很重要，就是祖先的那一张牌卡。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们的这一辈子的缘分，或者是说你们这一辈子的结合，你们的这一种相处的方法和方式，就是你们上一辈子，或者是你们应该要有的相处的方法的方式。所以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取代这一个人。也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取代你，好，所以这段关系必定是你和他两个人加起来才会，所有的一切都是刚刚好。接下来，那我们一起的来看哦，这一个人他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星座呢？这一张，天蝎座。我觉得这一张在这一边哦，真的是超级适合的，因为我们前面有在谈论到的，它就是一个宿命感嘛，有没有？又或者是一见如故的这种情感的感觉，那这边是不是就很符合到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很明确、很清晰的一个状态呢？也就是当你在遇到这个人，首先我们这么样子来讲，这个人哈，他必须是作为他自己本身来说，他其实是要相信。他其实本身是要相信宿命的存在的，所以这件事情才会成立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是不是就天哪，我真的是会觉得你们的一见如故，在他的眼中看起来，或者是说从他的解释里面所看到的，就真的是一个很觉得说我这一辈子我就是认定你了，这一辈子我就是看上你了，这一辈子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你而存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的讯息，因为他是天蝎座，然后你也会发现说他身上会有一些很神秘的感觉。这个状态它会变成什么呢？它会变成是说你们在相处的过程之中，你真的会有一种感觉，是会觉得你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看到了他真正的热情，他真正的爱，然后他真正的对你的感情和感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哇，天哪，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夸张？这一个人他讲话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分之类的？然后慢慢的，你就真的会感受到的是，其实没有这个人他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任何的事情，都是让你觉得这个是发自他内心的。当然，这一些是需要时间的验证的。接下来的是水瓶座。我前面有在提到嘛，因为我们这一次看的是星座，跟感情是有关系的，所以是太阳星座、月亮星座还有金星星座。那有可能这一个人的太阳、月亮、金星是天蝎座或者是水瓶座，又或者是他整张星盘里面，然后就是这两个星座会比较重。当然我们会抽到第三张，那我们现在先来讲水瓶座的部分。这个人他会是怎么说？他不寻常，你越是跟他相处，你越是会发现这一个人的不寻常，你越是会开始知道说这一个人他的一些想法，包括说他的一些观点，都会让你觉得十分的有趣，而且他会很创新，是这样子嘛？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哲学思想的人，所以他在看到你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形容。
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他没有办法来形容他对你的感受是什么，但是他的感受和感情其实是很真实的，这个又是真的存在的。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一个人他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之中，他会讲很多的，我觉得是道理嘛，又或者是他会带出来很多很思辨的一些想法，为了证明你们之间的命运的连结的存在，会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还蛮有趣的。你在遇到这个人之后，也有可能出现那种感觉，可能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自己本身不是那么的相信命运的存在，你可能自己本身不是那么确定是不是真的有命运把我们两个人连接在一起之类的。但是你越是跟这个人相处，然后你越是可以感受得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连接，而且这个人他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向你解释你和他之间的命运的连接是多么的深厚，是多么的重要。这一张双鱼座，这边是不是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真的觉得水象星座就是水象特别特别的重，水元素特别特别的重，因为我们有天蝎，然后接下来又是有一个双鱼，而且你和对方都是一个很注重灵性或者是很注重情感成长的人，灵性成长的人，所以这一段关系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是很 make sense 的，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相遇，因为有这种灵魂上面的连接，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人之间有这样子的感受，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两个人就是会走在一起，很自然的我们两个人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系列的互动。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话其实也在不断的在告诉我们的是，对于你们自己本身来讲的话，灵性的连接比任何的事情都来得更加的重要，灵性的连接比任何的事情对于你们来说都来得更加的重视，应该是这么样子来说。所以这一段关系，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可以真正的惺惺相惜，会对于你来说，或者是对于对方来讲，是选择彼此的第一要素，而你们是符合的。所以在结合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刚刚好，可能把你们分开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体，但是放在一起真的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刚刚好。接下来让我们具体的看一看这个人身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你看这一张就是我们前面有在说到的天蝎座的神秘感。我觉得这个牌卡在这边它可以解释到一件事情，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你们可能没有办法适合，或者是说大家会觉得说有点诧异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在一起的，你们两个人是怎么知道彼此知道对方的。那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这个人他真的把自己藏得超级超级深，这个人他真的会像是那一种，要如何来形容呢，就是他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在你们面前表现真正的自我，甚至可能跟他相识了很长时间的人都不一定真正的可以理解他的感觉，不一定可以真正的理解他的感受，但是因为他跟你之间的这个缘分，他相信缘分嘛他相信这一种神秘的有一些冥冥之中的一个牵引和指引，所以他在你的眼前，他在你的面前，他会变成真正的自我，然后他会向你展现真正的自我。你看这一个，他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而且他会是那一种越挫越勇的人。哇，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我觉得你的这一个伴侣真的是超级超级有趣的。他的身上到处都是秘密，到处都是没有办法，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即使在你的眼前展现出他最真实的样子，但有的时候你在跟他聊天在沟通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他身上有一些秘密是你还没有发现的，所以你跟他在一起每天都是会有惊喜。而且这一张牌卡你知道吗，他会让我看到的是，这一个人无论在任何的情境下，无论说在任何的状况下，你都可以依赖他，
因为他就像是勇士，像是战士一样，他不会因为有外在的一些困难就开始退缩，然后他不会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这个不行，他会是越挫越勇，越是辛苦的事情，或者是说越是让别人觉得没有办法完成、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他反而是会觉得说，我来做。所以当你有所困难，就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会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他会真的在你身后做你的啦啦队，无论说。而且我们前面有在谈论到的是，他会对你有100%的这种保护欲，他会就因为你是自己人，因为你就是我的，所以我一定会来帮助你，我一定会来支持你，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这一张，这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可以静下心的人，他可以，因为这张牌卡它有点像是 gardener， 他园丁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可以默默的耕耘，他是很有耐心，从最基本的开始看到这个种子发芽结果长成大树，所以这个会同时放在你们的感情中也是适用的，无论说你们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他都愿意耐心的去培育，耐心的去培养。然后就算是你们的这段关系对于他来讲，可能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有些事情是让他觉得真的可以吗？就是大家会这么说，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但是他很快的就会回来，绝对可以。他有信心，他也有耐心，他也有毅力，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他真的是一个可以完全被依赖的人，而且他会在你的人生里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你也会在他的人生里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我会感觉到的是，他或许会是这段关系里面最有耐心的那一个人。慢慢的，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有压力，或者是有些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选择一条比较容易一点的路？我觉得这个人都会在你的身边给你默默的开导，都会默默的在你的身边告诉你，我们可以坚持下去，我们可以走下去，我们可以变得很棒，可以变得很好，我们的关系可以变得十分的融洽。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2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我的客制化塔罗占卜还有塔罗占卜结合个人諮商现在已经全面开放预约了，另外还有关于这一支频道的会员内容，我会把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放在资讯栏里面，那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请一定要去看看哦。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3组的朋友。选择到第3组的你这张牌卡它带给我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我觉得这个人他和你有一种怎么说，你们一旦开始聊天，什么话题都可以聊，天南地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聊到，而且很有趣的是，你们2个人之间的对话是十分的跳痛的，就是你们不会在一件事情上面讲很长时间，这件事情然后莫名其妙的就会联系到下一个事件，下一个事件莫名其妙的又会联系到其他的事件，真的会有点像这种感觉，别人都看不懂，别人都看不明白，别人都会觉得说你们到底在干嘛，你们是怎么样子连过来的，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之类的，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你们2个人之间就会看得很明白，你们2个人之间就会看得超级懂，因为你们有一点像是你一旦跟这个人相遇之后，你们好像进入到一个真空的空间里面，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是不是合理因为我看到的这个感觉，它会有一点像是那一种，你一旦开始跟这个人在沟通，又或者是说你一旦开始在跟这个人对话的时候，就会开始变成整个世界好像就会只剩下你们2个人，而且你们2个人的思维都十分的跳跃，而且你们2个人之间的对话，这就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嘛，就是天南地北嘛，什么都会聊到，什么都会说到，所以别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插进来，然后你们就会很
完全的专注力是在对方的身上。所以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你们会有很多语言上面的沟通，而且你知道吗？最有趣的有点像是你们很喜欢，有的时候会喜欢有一些 debate， 就有点像是辩论一样的感觉，并不是在讲谁一定要赢，或者是谁一定要说服谁，它其实更加会像是那一种。要怎么样子来形容呢？就是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彼此的看法不一样，彼此的想法不一样，很有趣。因为想法还有思维，这所有的一切会为你们带来很明确的一些碰撞，还有很明确的一些互动。这一些碰撞还有这一些互动，会是你们在相处的时候最觉得彼此之间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其他的人跟不上你们的脚步，也就是你今天去跟别人聊天，就真的是别人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后就算是对方如果说是跟其他人聊天的话，可能也会出现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看到这边，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从精神层面来讲十分的契合。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前面说的是什么？精神层面的契合。接着我们就抽到了这一张牌卡，而且这一张牌卡你有看到吗？我们拿近一点哈。这张牌卡的牌面有2个 key， 有2把钥匙交错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的一个最完整的状态。因为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你们之间的这一个沟通，某种层面上面来讲，有点像是心电感应。我这边要说你们之间的这种沟通是会有一点像是哲学的思辨的感觉。这么讲合理吗？有点像是你们对于某一件事情的看法，或者是说对于某件事情的理解。我们再进一步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他可能是支持某一个事件的，你不一定是反对这一个事件，但是你会尝试着拿一些反对的例子来不是说说服对方，适合对方来辩论，来商量，不是商量，应该是说来讨论这件事情的，应该是怎么样来讲。所以这一种思维上面的碰撞，或者是说这一种言语上面的智慧的，还有这种才气才能的这方面的碰撞，是你们都很喜欢的。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我们继续往下看更多的讯息，因为我会觉得你们这一组很特别，有点像是亦师亦友的感觉，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与其说在感情上面的这种强烈的连接，不如在讲说你会成为他的人生的导师，而他也会成为你的人生的导师。你们总是有办法你们总是有办法在对方觉得灰心失意的时候，来给出对方新的观念、新的想法，或者是说新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这边拿一个比喻因为这种状态会有点像是在说，比方说对方可能今天遇到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或者是说最近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让他觉得很难过、还蛮心碎的一些事情。你的做法并不是安慰他，因为你觉得安慰没有用，你安慰说好了不要难过了，没有一点作用。你会做的比较像是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和他一起分析，然后和他一起去理解这一件事情，然后你给出一些相反的例子，会告诉他这件事情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算失去了可能没有那么糟糕。就是你会用这种相对于来说吧，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理智一点的方法来和对方沟通，又或者是说理智一点的方式，然后来告诉对方就是其实你不需要那么难过，但是你不会直接告诉对方其实你不需要这么难过，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我们讲到这一边其实有些很有趣，我觉得真的是超级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可能你们的这种性格放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你们要是不是遇到彼此是遇到其他人的话，你可能会听到别人会在讲的是觉得你有一点冷淡，
然后呢会觉得说你好像在做很多的一些事情，发生了很多的一些状况的时候，你给予的反应啊，或者是说你告诉别人所说的这一些话啊，真的是会让别人觉得你为什么不能过来安慰我，你为什么不能过来拍拍我，然后你为什么不能过来就是体谅一下我，然后你会觉得说体谅没有用啊，因为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我不如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你，让你想开一点点，不要老是沉浸在这一个情境里面之类的，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别人不一定看得懂，不一定知道你的苦心。我说之所以会觉得那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对方能听得懂，对方会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慰的方式。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天哪，就是这种契合感，有没有？就是这一种互相的支持感，只有你才能看得懂他的支持感，然后只有他才能看得懂你对他的支持。所以这个部分呢，真的是无论是说对于你还是说对于对方来讲，都是十分的可贵的，也是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取代的，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要怎么说，没有任何的人是会觉得可以就是让你觉得这么的契合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一张出现了 OK， 你们两个人哦都是需要有一些刺激和冒险的感觉，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啊，因为我真的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这一个组合很特别，很特殊。而且我会看到的是哦，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一部分的你们可能现在已经，就是现在你们可能已经遇到了这一个人，在一个超级突发的状况之下，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就是你没有想过，而且这张牌卡会告诉我的是你们这个相遇什么叫做突发的状况，会有点像是那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就是你们可能在经历到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超级糟糕的事情，你心情低落到了极点，这个时候这个人出现，他不是过来拯救你的，但是他可能刚好也在这个情形里面，有可能他就是路过的人，然后他就看到你，然后他就问你一句说哦你还好吗，然后接着就这样子，就是一个超级莫名其妙的开端，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而且它会是在瞬间有点像是触电的感觉，说不好是什么。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或许是因为这个人他的对答，他跟你之间的对答，或者是说他跟你之间的互动，让你觉得说哇天哪，这个人也太有趣了吧。然后也有可能是你跟这个人之间的互动，你跟这个人之间的对答，让他觉得说哇天哪，你也太有趣了吧，怎么会在这种状态下遇到你之类的，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而且你知道吗，你们两个人刚好互相的抵消了彼此间的焦虑，这个就是这张牌卡所看到的。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可能有一些事情是这么样子来讲吧，我目前感受到的是你跟他都是很聪明的人，很有智慧的人，然后都是比较从现实层面作为考量事情的人，这个是我牌面上面所看到的。那所以当你们遇到了某一些事情，你们不是说一定会往糟糕的方向去看，或者是糟糕的方向去想，而是你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它有可能就会变得很糟糕。而这样子，因为你们可以看得到，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前面有在谈论到，你们是很聪明的人，所以你们有的时候你们可以靠着你们的分析，或者是说你们的观察，能大概的预测这个事情的走向，或者是说这个事情可能未来会产生的一些可能性。而这一系列的分析可能会让你们内心感觉到不安，可能会让你的内心感觉到焦虑，或者是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因为这个事情你觉得是会发生。那为什么说你们两个人的这个组合很特殊很棒呢？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如果说这个人有很糟糕的一天，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他这一天里面，你不会跟他讲说哎你开心一点，而是你会从不同的角度帮他来分析，帮他来看这一件事情。因为你们的这种相处方式刚好就解开了彼此间的焦虑的心情，
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们越是互相的去沟通，然后你们越是会提醒对方，或者是告诉对方，事情可能很糟糕。的确有的时候有些事情的发生是你没有办法去阻拦，没有办法去阻挡的。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或许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理解，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事情必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的话，说不定它就可以成为危机的转机之类的，有点像这种感觉。所以刚刚好，所有的事情都刚刚好。而且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重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配上你们的高智商。好，这个也就是回到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因为你们不会是那一种讨拍的人，无论说发生任何的事情，糟糕的事情又好，好的事情又好，你们都会是一个比较理智一点的状态。那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是可以产生那种情感的连接的。你要找到你的同类，而这个人他就会是你的同类，在一个超级莫名其妙的状态之下发生。这个就是我们盘面上面所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刚刚好。而且我会看到的是，你们会对于很多的价值观，或者是很多的一些事件的看法是十分的接近和十分的相似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一见如故，然后在瞬间就会觉得十分的合拍。这个是牌面上面看到的很重要的讯息。我真的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如果说我讲到这一边你都觉得是有对应到你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人。甚至你会觉得说，哇，天哪，这个人真的会有机会存在吗？真的会有可能吗？真的会有这种人吗？这个人真的存在，他是真的会存在在你的世界里面。它会在一个对的时间点发生，就是它会在一个对的时间点走入到你的世界里面。而且我会看到的是，可能一部分的你们已经迎来了这一个人，一部分的你们可能已经认识这一个人，就是我知道他已经出现了。我相信一部分的你们可能会是像这样子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来看，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前面是不是有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重点？我们前面所说的是，这一个人与其说是一个伴侣的形象，或者是说伴侣之间的一个互动，我觉得他更加会像是你的人生的伙伴，或者是你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他有点像是你的战友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会看到的是很多的状况下，你们两个人有点像是镜子的两面。这个比喻合理嘛？因为我会看到的是这么说，你们有点像是太极，应该是这么样子来讲，一阴一阳这样子然后一黑一白，你们必须要凑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这种感觉会有点奇妙因为不太像是 teammate。 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不是合伙的去做一件事情，不是你们共同的去创造一件事情，而是你们互补的去形成一个完整的状态。这么说合理吗？比方说这种感觉是其中一个人比较着急，然后另外的一个人比较慢，慢的人可以拉住急躁的人，急躁的人可以推着慢的人走，类似有点像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来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是一个还蛮准确的例子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会首先你们两个人本身就是见多识广的，就是对于很多的事情你都是看得很明白很透彻，而且你们看到的世界是很大的或许你们本身来讲的话就有到处旅游的机会，又或者是你们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情境，所以你们会很快的出现一些举一反三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十分重要的优势。你们可以通过这一种方法去开展对方的视野。所以我不知道我讲到这一边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段关系它其实更加会像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必须
要有你的意见、你的想法、你对于人生的一些规划，或者是人生的一些设想，才会让我变得更加的完整。如果就是我一个人的话，我可能会很容易钻牛角尖，我很有可能看不懂事情的进展，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真正的世界长什么样。我可以看到的是一个面一个方面，但是我没有在那个情境下，我没有办法开拓更多，而你的存在刚好让我的世界变得更加的完整，类似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它对于你来说也会是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存在，它会带给你这张牌卡它会带给你很多很多新的想法，它会为你带来很大的像这种脑力碰撞，特别是那一些你之前觉得很重要的事情，要死死守住的事情，包括说你的一些信念，你之前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我觉得会是比较坚持的一些信念，或者是一些信仰。我们这边所说的信仰不一定跟宗教是有关系的，就反正是你相信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人他不是说想要反驳你，而是他有点像是提问的方式，慢慢的来问你，来帮助你自己来解构你自己内心的想法，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开始觉得说，好像事情也不是这个样子，从而帮你慢慢的从这一个牛角尖里面走出来，是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们之间的这个组合会是怎么说？我觉得是很高智商的组合，会是一个很既观世界观，类似于像这种很宏观的一个组合。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前面在讲来讲去，就会觉得说不是一个完全局限于感情方面的组合。他是你的人生最好的伙伴，他是你的最好的朋友，然后他是你思想逻辑上面的指引者。同时间，你们彼此之间的感情的融合，然后彼此之间感情的碰撞，让这一段关系变得更加的完整。这个就是我们台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清晰的讯息。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过情感，通过感情让你们的这一段关系变得，你看变得更加的完整。哇，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通过了情感，就是通过这种，应该是这么说，通过言语上面的碰撞，然后加深了你们的情感，因为你们的情感加深了之后，又增加了这一种思维上面的碰撞，让你和对方，就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虽然只有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但是你们好像看到了全世界。这个就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博学多才，这个真的是，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在这一段关系里面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主导者。你们都可以成为这一段关系的主导者，而且你们之间的角色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如果说你现在觉得很 upset， 就是你现在觉得很难过，然后有些事情发生让你觉得哇怎么办，我要怎么样子从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挣脱出来之类的像这种情形，那么我会看到的是这个人他就会扮演的是一个指引者的角色，安慰者的角色，又或者是陪伴者的角色。那如果说今天是他觉得很难过，他觉得很伤心，你也会开始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所有的一切真的就是刚刚好，而且你们的言语会为彼此带来很大的能量与安慰。你们需要的是一个能理解我的人，你会想要找的是那个真正能理解你的人，他想要找的也是那个能真正理解他的人，把你们两个人放在一起，你就是真正可以了解彼此的人。这一点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说太重要，也有可能是你们对于感情来说的终极目标。这一张牌卡，这张牌卡真的会让我有一种超级强烈的感觉，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好像在遇到彼此之后，会有一个想要旅行全世界的规划，想要旅行全世界的这一个计划。而且你们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直觉告诉我，你们很喜欢看那个 documentary， 就是那种纪录片。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你们可以讨论很多，可以说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可以觉得说，哇，天哪，发生了这么多的一些事件。而且这一章我会认为你们对于人生都会是有很深刻的理解。
就是因为你们对于人生会有很深刻的理解，所以你们可能在各自的人生达到了一个修炼的状态，就是他开始会觉得，有可能这个人在之前他所追寻的也是感情，也是爱情，但是在经历到了种种事件之后，他会觉得我其实就是要找一个懂我的人。同样的状况也有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当你们遇到彼此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我终于可以找到那一个跟我共同踏上人生旅程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牌面上面所看到的讯息。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星座的部分。那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感情方面的占卜嘛，那星座的话会参考到的是太阳星座、月亮星座还有金星星座。那有可能我们接下来所抽到的星座会是也有可能是整个星盘，这个星座会特别的重，因为这个元素可能会变得特别的重，也有可能会出现像这种状态。那 OK， 好，这一张我们看到的是金牛座还有天秤座。这一个人这一个人他很寻求价值的意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感觉会有点像是，首先我必须要说他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人，就是他会认为的是他并不是说只看外貌，而是他会觉得外貌是一个审美很重要的一环，而且他所看到这种，他不是说要找漂亮，或者是说一定要五官精致那种，而是他整体上面给人一种美感的人，就是整个气场、整个能量让人觉得很美的人我觉得他是在寻找这样的人。那所以当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真的会有一种哇天哪，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呢，我也有会看到的是，他所追求的爱情是爱情的本质。然后他所追求的感情是感情的本质，不是流露在外面的表象。所以当他在跟你经营一段关系的时候，当你们在感情这个部分互动的时候，你其实会有很强的感受，很强的感觉。然后你会开始觉得的是，你们两个人所建立起来的价值，或者是说所建立起来的情感，它会是一个很深刻的、很深沉的，然后很基本、很基础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一张牌卡在这边出现，然后同时间我也会觉得这个人他本身也是很好看的。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不一定在代表说哇他很精致啊，或者是说他一定会化妆之类的，不一定是这一种，但他整体上面会给人一种超强的美感。所以你们两个人站在人群中十分的耀眼，一眼就能看到，是那一种气场磁场超强的组合。接下来的是这一张这一张牌卡在这边首先就是天蝎座了嘛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人他有经过重生，他的人生里面有发生过十分重大的事件，然后他的人生里面会是那种完全改写他人生的事件，会是那种突如其来的事件，是他完全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下所发生的事件。好，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那他会经历过人生很黑暗的一个阶段，在他遇到你的时候，是他已经经历过这一个阶段，所以他对他的人生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的感想，然后他开始去追寻爱的真正的价值，情感的真正的价值，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这张牌卡在这边的话，会告诉我，他有点像是我们所说的死而复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不一定是字面上面的意思，有可能是精神方面层面的一个所发生过的事件，而这种状态会让他真正切切的感受到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爱情对于他来讲才是最有价值的。这一张天哪，我觉得跟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张真的，这个我们前面是不是有在讲到金牛座？这边金牛座又重新的开始出现了。我会看到的是他本身来讲的话，对资金、金钱，他会需要这方面的安全感。所以一个部分我很直接的告诉你，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赚钱的人，他是一个很有理财规划的人，然后他会对资金、金钱是很有概念的。但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他对情感或者是说这一种意识这种像是沟通或者是
这种彼此之间的言语上面的讨论之类的，他也是很注重的。所以我看到这一边的话，我直接的告诉你，他应该是有很不错的经济基础，然后有很不错的经济后盾，所以他这个部分他已经有满足到他本身的安全感，本身他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接下来想要追求的更多的是情感的部分。所以我们这边有的是什么？金牛座、天秤座、天蝎座，这主要就是这3个星座在这一边，而且金牛座特别特别的重哦，所以我相信选择到这组牌卡的朋友，一部分你们可能已经遇到了这个人，无论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都是会觉得这一个人他对你是绝对不会小气的，因为他知道安全感，所以他会想要给你强烈的安全感。最后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这一个，天哪，我们前面是不是就有在讲说这个人他自己本身的本质，他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就是超级的有自己的态度的。所以他面对很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在经历到这么多的状态，又或者是说经历到这么多的一些事件之后，我觉得第一点他不太会再去听取别人的建议或者是别人的想法，相反的是会有很多的人是要过来问他的建议，问他的想法，又或者是说问他对于某些事情的态度。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而且对于他的这一个角度上面来说，我必须要讲，因为他经历过了这么多的事情，他经历过了这么多的事件，他其实是很想要把这一份爱嘛，或者是说把这一些知识分享给身边所有的人的，他其实是很想要这么去做的。所以他对于很多的人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存在，他对于很多的人来讲都是不可缺失的存在。我觉得就是他对于别人来说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讲到这一边我相信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你肯定是听得出来的。你能听得出来的是他不断的在给予别人，然后他不断的在照顾别人，指引别人，但是他想要的呢，是吧？但是对于他自己本身来讲，最重要的呢，他在找到你的时候，或者是说他在遇到你的时候，他才会有那种感觉。他的感觉就是在讲说，你是那个能给予他的人，就是他可能从你身上看到反馈的。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他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都是他在照顾别人，又或者是说他在理解别人，他在指引别人。而当他在跟你一起的时候，他才有一个真正的感觉，或者是说一个真正的感受，他可以从你的身上得到指引，可以从你的身上得到支持。你看，他是一个冒险者，他是一个探险者，他想要去各种各样的地方，他想要我真的会觉得说这一个人他想要走遍世界各地。我相信他是会告诉你他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所以这张牌卡在这边出现，他会想要带着你周游世界。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有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金钱的这个部分真的是十分的足够，十分的稳。所以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更加会像是你和他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你和他一起去了解这个世界，去理解这个世界，去感受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一个很明确的讯息。而且在这个状态里面你知道最棒的是什么吗？你们是互相支持，你们是互相支援，然后你们是互相的让彼此在这段关系里面感受到安全感，感受到安稳的感觉。这个对于他来讲很重要，十分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重点的部分，他在不断的为他人带来安全感，为他人带来指引。对于他自己本身来讲，他会希望有人可以为他带来安全感，而你
可以，所以他会觉得你会是他人生最好最好的伙伴。这一章我们要来好好说一说哈。The father，OK，不是代表说他就这个父亲的角色跟性别没有太多的关系哈，主要的是在讲他自己本身会扮演着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给予别人指引，给予别人一个方向，或者是在对于需要的人给予帮助、给予支持和支撑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甚至啊，我这边直接来说，这个人他他身上是有一种领袖的特质的。就是那一种别人看到他的光亮，跟随着他的这种特质，他身上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的，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在一个团队里面，或者是说在一个集体里面是扮演着指引他人的角色的，所以他会有很多的追随者，他对于很多的人来讲是像父亲一样的角色，像父亲一样支持的角色，支撑的角色。那他在跟你一起相处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也有在提到，他会给予你很大的呵护，尽可能的呵护，尽可能的支持与爱。然后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他会不断的去给予，但有的时候他也会想要有所回应，但是别人给不了他回应，当他给予你的时候，你给予他回应，为他本身带来了很强烈的满足感。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会看到的是他是完全认定你的状态。好 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3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